尊敬的面粉们好，出大事了，出大事了！美股、比特币双双崩跌，整个金融市场玩了一个套路啊，那就是在加息之后玩了个暗度陈仓，明面上在加息之后啊，立刻拉盘暴涨了1天不到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大砸，比特币从39000跌到了最低35000，目前呢是在35000到36000之间徘徊，从39000跌到36000、35000。这个跌幅达到了8%左右，这个情况呢，面具人在上期节目也做过预判，告诫大家留一手。我上期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告诉过大家，抄到底儿的，在37000、38000买入过的，有获利的可以套利了啊！你从37000、38000买到4万，你是不是有很大的盈利了？那你就赶紧套利吧，对不对？没仓位的，或者是想博更大利润的，怕踏空的人啊，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41000，或者是加一点仓。但是呢，最后比特币没有涨到41000以上嘛，所以呢，面具人我就建议大家留一手，以防止机构庄家们下套，让你觉得涨了以后，你追高完了以后就割你。所以呢，当时我在节目最后告诉大家，设置好避险点位38000，如果比特币跌到了38000，那你们就应该避险了。各位，你们看看啊，做交易其实你不能只单向的去看涨，你也不能过度的去认为跌，涨有涨的玩法，跌有跌的套路，你控制不了市场，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的操作技巧，操作技巧得当了，涨和跌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明白了没？其实不光是币圈啊，美股目前也创下了下跌记录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本来涨得好好的，前2天还都刷新涨幅记录呢，这2天又忽然刷新跌幅记录了，这是为什么呢？面具人我在上期节目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其实我现在通过整个政治脉络和各国的一些资本政策的推出、资金政策的推出，我梳理了一下，我想了很久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资本市场基本上长期要悲观一些了。美国的这个加息缩表，你就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去杠杆、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习近平在中国搞去杠杆，把 A 股搞成了什么样？那拜爷在美国搞缩表，就能把3大指数搞成什么样？加息和缩表会急速的收缩政府认定的所谓的不稳妥的债务或者资本，并且加息会导致中下层人手里面的钱的流动性变差。而这些人的生活成本也同时会变高，那么他们的流动性变差了，贷款的利息变高了赚钱也变难了，他们就更没钱去投资了，没钱去买股票，没钱去炒币了，只能拼命的赚钱了，只能去搬砖了，维持生活了。听明白了没？那这也是政府想要看到的，让这些人挣扎在贫困生死线之上，然后呢努力干活你们也别搞什么服务业，搞什么金融业了，就努力的搬砖、铺路、种地就行了。为什么政府想要看到这呢？毕竟加息是有钱人、权贵们受益缩表呢也是对这些权贵们有利益。缩表它是有选择性的去杠杆，有选择性的缩，这就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玩法。我可以供你的产，但你不能供我的产。今天面具人要讲的内容呢比较多，也比较全面，包括最近因为这个下跌呀，金融市场还到底能不能玩下去？还有前段时间看起来挺火的走路赚钱的那个 GMT 在昨天前天到昨天一晚上的时间，当天就被腰斩了。很多持有 GMT 的人现在心里面应该很慌看起来是个新秀项目，但是这割起人来真的是有点血腥那么这又引发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项目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该怎么选择项目呢？怎么对待资本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解答你们观众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包括资本市场，包括项目，包括接下来该怎么办，心中的这些疑惑，心中很多的疑问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那面具人最近准备加一个新活动吧，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就在节目的
中间或者末尾啊，任何一个时间点随机说出来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答对的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政策给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个人，这些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中奖率不低，10个人呢。努力转发分享吧。好，来讲正题啊，咱们先来说一说金融市场环境吧。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跌了1.4%，本周累跌1.54%；标普500指数跌了0.56%，本周累跌0.2%；道琼指跌了0.3%，本周累跌0.23%。其中呢，纳指周线5连跌，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最长下跌记录，标普500指数周线5连跌，创下了2011年以来最长的跌幅记录。道琼指周线6连跌，同样也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长跌幅记录。各位，这个数据恐怖不恐怖啊？创下了近10几年以来的最长跌幅记录，看起来这真的是经济危机到来了呀。其实不只是股市啊，币市也是一样的，币圈同样的下挫，哎呀，跌到了快接近于去年519的大崩跌的那个程度了。为什么整个金融市场都在出现雪崩式的下跌呢？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同时玩加息和缩表，不仅是美国啊，英国、欧盟、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跟进了，都在玩加息和去杠杆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对民间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打击，服务业、娱乐业的失业率会上升。为啥？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变差了，没钱去搞什么金融，没钱去什么 KTV 叫小姐之类的了啊，只能努力的搬砖铺路种地了。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去干这些制造业、工业，明白了没？啊，那这都是政府给你们规划好的套路。接下来整个金融市场的走势，面具人我不认为很乐观。各位，你们记住了，这才仅只是第2次加息和去杠杆。美联储宣布了今年有7次加息去杠杆呢，后面还有5次呢，才仅加到第2次就已经成这样了啊！而且呢，别的国家的加息和去杠杆还都没完全跟进呢。如果说全球大加息，全球都去杠杆，那其后果是非常恐怖的。当然了，这也符合面具人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警告的，全球大右转，资本收缩，钱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些有钱人的手里，用来去逼迫这些底层的人，你们玩什么玩呀？娱乐什么呀？服务什么呀？赶紧老老实实的回家搬砖种地，对不对？大家仔细观察啊，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走势、政治走势的脉络啊，各个国家的畜牧技术、养奴隶技术都在进化。你们看，中国大陆、泰国、缅甸、越南、台湾各个国家的政府，他们对老百姓的强制力是越来越强，而且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愚民，强迫老百姓去吃某些东西，去干某些事情。习近平搞去杠杆，削减服务业，重工农业，这是必然趋势啊！你奴才玩什么玩呢？奴隶们还要什么娱乐呢？赶紧老老实实的铺路啊，制造手工用品，挖矿种地。美国现在也是学习近平的中国模式嘛，搞去杠杆加息。其实欧洲、菲律宾、澳洲、东南亚也都开始加息了，去杠杆了，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以后呢，各位，这种什么KTV 呀、洗浴中心呀之类的非制造业、保险、金融业、服务业、娱乐业可能会越来越惨淡。各国政府他要的是工农业，你们奴隶就好好种地，玩什么玩，娱什么乐呀，对吧？种完地了以后回家脱了裤子玩蛋去就行了。
还去什么会所呀？还找什么嫩模呀？你哪来钱找嘛？对吧？老老实实的干活，制造好东西，种出来好庄稼，服务奴隶主们，听懂了没？我2年前就说过有今天，全球大右转，你们偏不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什么娱乐业呀，包括金融业这种不是实体制造的行业市场呢，可能会持续萎缩。反过来呢，大宗黄金商品会上涨。大家现在可以考虑买点黄金，买点金条囤起来，或者去买一些黄金的票子。真的，这个方向是比较有投资潜力的。面具人不骗你，而且我自己也准备囤一些黄金了，就跟我当时囤卢布是一样的。面具人，我所有的投资分享都是我个人的分析结果，并不是说某个交易所、某个机构让我当传声筒给他们打广告呢。所以呢，我说的话跟那些什么机构的打手拿机构钱的博主是不一样的，我的可信度要比他们高，真的。因为我讲这些话，你买不买跟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听明白了没？当然了，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本身在做的，赚了我就赚了，我是凭自己的实力赚钱。所以说呢，我的投资结构当中现在多了卢布和黄金不单单是加密货币了。那至于加密货币的话，我认为接下来只能参投一些早期的潜力实业项目了。实业项目听明白了没？至于其他的什么大资本、大机构之类的，你们要记住，币圈目前的这种庞氏游戏已经越来越颓势了。咱们就拿币安长期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神币来说，什么 Gala 呀、Sandbox 呀，包括最近的走路挖矿 GMT。哎呀 ，GMT 惨呀，惨得很呀 ！GMT 惨呀，仅只用1天，还不到1天时间就从4块多跌到了2块多。这直接就带走了一波被币安 GMT 吹牛逼画大饼吹得信的那些傻逼。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无论是 Gala、Sandbox 还是走路挖矿的 GMT，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背后都有着像币安呀、红杉呀这类的大资本站台。然后就是用这些所谓的资本机构的名气，包括他们的资金注水站台吹牛逼，牛逼吹的能有多大就有多大。什么第2人生呀，最强元宇宙呀，走遍全世界呀，全球最大的公司呀，以后币圈最大的公司呀，升值500倍、1000倍呀，反正这个牛逼你不要怕吹，只要你敢吹，就有人信。听明白了没？然后呢，加池子注水拉盘上涨，配合水军托来吹牛逼，告诉你能涨5000倍，能涨10000倍，然后呢，直接带走信的那些上车的信徒。直接把他们割了。其实币安玩币的套路很简单，就是自己先偷偷的加池子，把 K 线画出来，绿涨，然后呢，把这个 K 线图给你看，再配合一些网络托告诉你，还能涨500倍，涨1000倍，就跟当时那个鱿鱼游戏一样，牛逼都吹的1天能涨2000倍，你说可能不？显然是不可能嘛。但是呢，就是有傻逼信。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只要你敢吹，就有人敢信。听明白了没？越是傻的人，他的钱越好赚。明白了吧？我告诉你，币安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测试讲中文的里面的傻逼有多少的程度。听明白了没？币安就是专门赚傻逼的钱的。你看嘛，这些蠢货就是记吃不记打。之前有 Gala。然后有 Sandbox， 现在又有 GMT， 同样的套路，你们仔细去观察 GMT、Sandbox、Gala， 他们的 K 线走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加池子偷偷的画 K 线，画好了以后，告诉你涨以后就是最牛逼的公司，区块链、元宇宙、WEB3猛得很什么比尔盖茨呀，什么索罗斯呀，什么微软呀、软银呀，之后都会给投资，市值涨到几万亿，好得很。你就信嘛，你就信你就买嘛，买了以后就把你割了。你们要记住，一个项目把他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广告、请托、做表演上面，
那他还有没有多余的钱去干实事呢？去做真正的市场呢？去做真正的技术呢？显然是没有。就跟我们在国内看的那些小广告一样啊，什么3分钟解决你的难题，什么3分钟让你一柱擎天，对吧？那些男性广告呀，乱七八糟的，越是那种骗人的医院广告打得越响，那你就要信，是不是？人家打广告了你就信嘛？你就是这么蠢。各位，你们知道为啥币安做的这所有的项目，什么 GMT 呀、Sandbox 呀、Gala 之类的，这些项目都是一波注水，然后通过这些托骗你啊，给你下套，让你觉得能涨500倍、涨1000倍，然后呢，直接一波收割，再也不管了。Sandbox 现在的在线人数连1000个人都没有，Gala 那就更别提了，惨，是不是？为啥？为啥？你们知道为啥不？来，我告诉你，很多币圈的小白，他们选项目的时候，总喜欢看项目的背后有没有资本支持哦，有资本支持的就是好项目。面具人，我就想说，这其实是非常小白的观点。我来给你们说一说资本的门槛啊，像 VC 呀、资本呐、风投基金之类的，他们的钱也不是自己的，他们的钱是从自己的基金会的会员拿来的钱，这个钱的成本一般来说年化是15%以上。当然了，你这些基金会给的年化利息还没有银行高的话，那人家凭啥把钱存到你这儿啊？存到银行还安全，对不对？肯定是高息从他的会员手里面拿来的这个所谓的钱，资本 VC 的钱就是这样来的。那项目方想要从资本 VC 拿钱的话，他就得给更高的成本。人家资本机构、风投基金，人家也是要赚钱的嘛，对不对？人家不赚钱，白把钱给你用呀。所以呢，通常项目方从资本拿钱的成本就会加高到40%到70%的年收入，即月利息是6%左右。这就相当于你去赌场借高利贷，甚至比你借高利贷赌博拿毛子钱还要高。有些资本呢还要给你签对赌协议，也就是说承诺固定额度的回报，你才能拿到这笔投资。一般来说呢，都是1倍到3倍起步，即同时承诺给他有几倍的回报，不但如此，还要给利息啊，给回报归给回报，给利息归给利息，利息是给资本方保底的。而且呢，任何一个项目方，他资金的话语权都是在资方的。那当然了，人家给你投钱，人家当然说的算，谁有钱谁说的算，谁有钱谁是爷嘛，对吧？资方随时都可以要求项目方撤资，听明白了没？也就是说，一般有资本站台的项目，它必须要达到月盈利60%以上才能维持成本。你想嘛，你单单资本的钱就要占到10%，你还别算场地、人工，包括你打广告的钱。打广告这可是个无底洞啊！听明白了没？尤其像什么 GMT 呀、币安系列的这些打广告项目，他们养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广告和传销团队，这些人都是要领工资，甚至有些包括博主呀，他们养的这些狗呀，都是要领工资的、领提成的，听懂了没？都是要分钱的。这类项目的运营成本是很高的，那这些成本、这些钱谁来出呢？而且这其中还没有给你算什么质押、打金之类的额外支出，这些膨胀的钱。如果说项目方想要维持住币价和拉盘的感觉，他就得把这个成本也得算进去，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极速螺旋了啊！他必须要骗，他必须要吹牛逼，吸引人把钱大把大把的梭哈进来。如果人家不把钱梭哈进来，他就维持不住，更别说赚钱了啊！他如果想赚钱，他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把钱投入到什么真正的游戏开发呀，真正的市场渠道建设呀，真正的这个商业生态的建设呀，不啊，他所有的钱都用来应付资本，用来打广告了啊，他只能是把你的钱骗过来，然后把你的钱拿过来，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老鼠仓给出掉，
你投100块，他赚你80块，最后让你亏到只剩，你投100块，他净赚你80块，你投100块，他净赚你80块，最后让你亏到了只剩20块，甚至连20块都没有。听明白了没？那赚掉的这80块钱就是人家什么 VC 呀、资本呀、项目方，他们这些人去分掉了。这些钱多少个人要想着要把它分掉呢？哪还来多余的钱去做市场嘛？做生态建设嘛？做项目嘛？没有钱了，听懂了没？这些成本谁来出呢？啊，不就是你们这些韭菜出吗？并且呢，这种事情也挺无奈的。项目方一旦打开了这条路啊，他如果说不能满足资本的胃口，他就会被撤资，甚至会缠上法律官司，还要给人家赔钱。因为有些项目跟资方是签了对赌协议的，或者是保证协议的，听明白了没？那项目被撤资，项目就会崩盘。可反过来呢，项目方行，我不撤资，我满足大家的这个盈利需求。当然了，我自己也有私心，我自己也要盈利嘛。那项目方一旦是满足了各方的胃口了以后，包括他自己的胃口啊，其结果就是割韭菜嘛。那割了韭菜不也就相当于崩盘了吗？所以各位，你们选项目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啊，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了，哎，有几家资本入驻了，入驻的资本越多，你有没有想过它的运维成本越高？那面具人，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现在你们还迷信资本站台吗？当然了，没资本站台的项目也不意味着安全啊。那没资本的项目，没实力的项目啊，奔着随便弄个什么土狗骗人的项目也多得很，是不？所以说，衡量项目要从多重角度去考虑，任何的单一角度就去赌项目好，那是纯傻逼的行为。好，咱们继续来说一下金融市场的环境，毕竟这个是决定我们接下来能不能赚钱的最关键的地方。目前呢，以纯资本主导的庞氏游戏显然是割得太狠了，韭菜跟不上了。当然了，这也怪韭菜自己贱，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些，哎，他就要盲目迷信什么 VC 呀、机构呀、资本站台呀，对不对？就要伸着自己的脖子给别人割啊！币安推了什么 Gala Sandbox， 再推一个 GMT， 他推一个你买一个，他推一个你买一个，你买一个他就割一个，贱嘛！啊，不长记性嘛，是不是？啊，牛逼吹的一个比一个响，最后呢？他们吹的这些牛逼，有哪一个兑现了？有哪一个兑现了？气死我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这么蠢啊！啊，蠢到了我都变结巴了！啊，币安推了那么多项目啊，你们就他妈的要买，贱不贱？买完了以后啊，你把币赚钱了，卖掉了，说你的账户有风险，把你的号封了，就是不让你赚钱，就是不让你提币。要么呢，把网线让你把钱亏光再说，是吧？亏光了以后，哎，再推一个新项目，骗你，再让你继续充钱。这种套路看起来好像是傻逼用不完的，但实际情况呢，是傻逼现在真的不够用了啊！币圈现在真正的做经济生态的没有，做实业生态的没有，1000个项目里面你能找到一个，算你牛逼，是吧？大部分都是靠吹一波牛逼，做个包装，割一波韭菜啊。至于以后的游戏呀、项目呀、NFT 做成什么样子，反正我是把图片给你了，反正我是把东西给你了啊，赚了亏了那是你自己活该，对不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99.99%都是这样想的啊。你觉得这样能赚到钱吗？大部分的人都被割掉了，那局外人本身就觉得币圈是传销，是庞氏骗局、资金盘，这一下更证实了币圈里面都是骗子，都是坑人的传销资金盘，是吧？那导致了外围的人就更不敢来进场了。听懂了没？18，目前所有的项目，包括韭菜自己也贱，也就喜欢这种玩法，什么跟着资方走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链币，现在也很难维持了，因为币圈长期颓势，加上黄金
还有大宗，包括央行理财的崛起、加息项目的崛起，这就会直接导致币圈的价值信任度降低，因为你长期颓势了嘛，本身外面的人都觉得你是资金盘传销，对吧？那别人更不敢投了，看你玩了老半年了啊，你自己都亏得不成样了，被骗的连裤衩子都没了，被骗的连想吃个8块钱的方便面都吃不起了，别人还敢跟你玩加密货币啊？更不敢玩了。再加上现在加息，什么央行理财呀、黄金呀，也都是很优质的投资项目。所以说呢，币圈接下来真的是四面楚歌呀。哎，真的，说实话，对于那些什么机构呀、风投呀，他们现在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现在你还想抱着纯资金盘游戏前面人割后面人的心态去作弊，已经是玩不转的了。韭菜跟不上了，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了。原来是傻子骗不完，现在是这些骗子们太狠了，把傻子都骗绝户了。市场一旦颓势，其他的金融产品、理财产品都强势起来，都加息起来，那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尤其是币圈市场一颓势，还留口舌，本身就被别人认为是骗子的聚居地，对吧？本身就被别人认为是资金盘传销，这一下让别人看了啊，你们玩币玩到现在越玩越跌啊，还不如 A 股了，还玩啥嘛？就是骗人的，是吧？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啊，自己都无地自容了。所以面具人，我认为啊，币圈没什么意外的话，整体可能会继续走弱，但也并不是绝望啊。我认为币圈真正的机会是走向个人或者是项目股权发放、实体生态支撑的路子。就好比马斯克如果说收购了推特，但是呢，他要被迫下市，下市了以后，他可以自己发币，自己发自己的币的通证、股权证，这也是一种玩法，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但是这个前提是对项目方的自律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你像马斯克，他是真正做生意的人，可是呢，整个世界上有几个马斯克？大部分的人也都是想轻松赚点钱就躺平，赚够了啊，管他韭菜死了活了嘞，对不对？能轻松赚钱，我何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复杂，做得那么大，做得那么好呢？对不对？毕竟99%的项目方，99.999%的项目方都不想把事情做好，他们只想割韭菜，赚够了就够了啊！至于你们这些傻逼，该死的死，该亏的亏，和我有啥关系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啊，内部项目方啊，整个币圈的生态就是这样，外部呢又有加息去杠杆，所以目前币圈做长线的意义不大。你就连华尔街的那些金融专家都说了啊，目前币圈只能做短线，做波段，撸到就跑，对吧？面具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你看准机会了，什么跌破点呀，跌破整数位了，抓住这个机会补个位，撸上几个点，赚到就跑，只能这样。至于什么啊，往长了看翻几倍、翻几十倍、几百倍，你还是洗洗睡吧，除非是真正的革新性的潜力项目，对吧？所以我接下来的投资结构会改变一些，我会调转投资方向，投向那些真正做事业的有潜力的 Web3 项目，比如说 Cindy 这样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真正是要做实事儿的潜力项目，而不是说奔着割个韭菜赚点钱就躺平的那种啊。当然了，币圈99.9%都是这种项目，你现在想找到真正靠谱的项目太难了。当然了，你们也没能力没渠道能找到，面具人我可以呀，我每天都会收到至少7、8家，多的时候一天30、40家，各种各样的项目方邀约我啊，让我帮他推广，让我跟他合作所以呢，我手里面的样本和数据，包括我能接触到的核心机密，是比你们要多得多的。我能选到好项目。如果你们想要更及时的币的操作点位以及财经讯息，包括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投资理财结构的调整，包括参与面具人，我通过我的渠道
和各个项目方周旋过后筛选出来的真正能用的好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的，以达到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各位，你们想加入不？想加入，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加那些什么操作群嘛，一会儿涨了，一会儿跌了，一会儿进了，一会儿出了。祝你好运，再见。